唐小姐，你和博总……你别误会啊，博总他是中了那个……唐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别怪我们狠心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自爱，未婚先孕。拿了这200块钱就滚去乡下，永远别回海城。阿姨，可是哟，唐安喜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你怀上野种，丢尽我们唐家的脸，我还没让你断绝关系，只是让你去乡下，已经够仁慈了。赶紧啊，麻溜的滚！爸，我走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让我把我妈妈的遗物带走？唐安喜，你可真贪心呐！那些东西可价值好几十万呢，你休想带走。爸，你能有今天的身份和地位，都是我妈和外婆给你的。现在我妈也去世了，外婆也昏迷不醒。要是让外人知道你连我妈的遗物都不给我，还把我赶去乡下，那你还怎么跻身上流圈子？唐安喜，你敢威胁爸？我不敢，我只是想留个念想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去拿吧。爸，老公，咱们家日子也不好过，你干嘛让他带走那些东西啊？你们俩别忘了，宋家那死老太婆还在呢，宋氏集团的股份可都在她的名下呢。等安喜一到乡下，我就拿着那死老太婆的印章，签下股权转让书，顺理成章的把宋氏集团搞到手。到时候你还怕没钱花呀？还是老公聪明啊！我的印章呢？啊，我的印章不见了！肯定是唐安喜他偷走了。快给我追！快追！恭喜，是3胞胎。宝贝们，无论以后日子有多艰难，妈妈都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妈咪喝茶，谢谢宝宝。时隔5年，再次回到这座城市，我必须先站稳脚跟，再把外婆从唐家那个魔窟中救出来。我孙子身高1.90米，身价万亿，没有娶妻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天天在人民公园为他相亲，直到他娶妻为止。老夫人为了给博总征婚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不知道哪个女人能有幸嫁给博总。我听说啊，咱们博总是个 gay， 他喜欢江副总，2个人在一起好多年了。要不是咱们老夫人天天嚷嚷着要抱重孙子，估计人家2个早就公开关系了。博总这么孝顺，老夫人再这么闹下去，他早晚妥协，找个女人给他生几个孩子，给老夫人交差。是个 gay 啊，这样也好，不用担心办公室性骚扰了。是他。我眼睛好像暂时失明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！我发誓，我出去绝对不会胡说的。这是哪儿？这是……别杀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！别杀我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这耳朵怎么好像听不见？是我呀，我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他！老天爷，我竟然睡了个 gay， 不对，我竟然把一个 gay 给掰直了。我的魅力可真是大了！天哪，
那晚的野男人竟然是本地首富，博士集团总裁博士年。博总，你们这是认识啊？江副总，哎，你先出去。啊？这5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找不到。哎呀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那晚我就说了呀，我说我会对你负责，我要娶你。娶我？博总这么孝顺，老夫人又这么闹下去，他早晚妥协，找个人给他生几个孩子，给老夫人交差。说不定啊。对呀，娶你。我这几年来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就是为了等你。你没女人有男人啊，难怪马上叫江副总出去了，原来是为了避免伤爱人的心啊。你那个简历上写的未婚已育，孩子是我的。还一个 gay， 怎么做好爸爸？认他做爸爸，那3个宝宝带歪了怎么办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3个宝贝的存在。那个简历上面是我乱写的，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生孩子，我写那个就是为了好找工作。博总，那晚的事情你就忘了吧，我不想你负责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杀人！救命啊！哎，帮我查一下唐安喜的住址。彩礼100万，我就同意我妈咪嫁给你孙子。100万算什么？我出1000万。成交。哎，大孙子，我告诉你，奶奶今天呀，帮你办了一件大喜事。奶奶真棒，不愧是天下第一最漂亮的仙女奶奶。说吧，仙女奶奶，今天为我干了什么大喜事啊？我跟你说，奶奶今天呀，给你找了一个老婆，外带2个儿子，1个闺女，3呢。不是，等会儿2个儿子1个闺女啊？对呀，我觉得你们俩呀特别合适。你不是绝嗣不能生育吗？他一来呀，就带3个孩子，而且呀，那3个孩子长得呀，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我觉得你们俩呀，天造一对儿，地设一双。要是不在一起，天理不容啊！哼，奶奶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什么有人啊？你看看照片再说。哎，你看。哎，你看。什么事儿？找到唐小姐位置了，位置放我，我现在过去。哎，奶奶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照片还没看。哎，不看了。你这混账小子，你要气死我呀！我不要奶奶死，我要奶奶长命百岁。我不要什么长命百岁，我要我的孙媳妇儿啊！哇，妈咪真的给我们买蛋糕了呀！当然了，妈咪答应你们的事情都会努力做到的。怎么样啊？今天在家里面乖不乖呀？可乖了，真棒！一看就好好吃。妈咪，这个是不是很贵呀？不贵不贵，妈咪有钱，你们放心吃啊。就是让你们跟着妈咪受委屈了，要跟着我四处奔波，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，只能住在民宿里。妈咪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宝贝们，你们可真乖。等妈咪以后有钱了，就买一套大房子，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。妈咪现在就有钱，我们给妈咪找了一个相亲对象，他们家愿意出1000万的彩礼娶妈咪，妈咪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相亲对象，1000万彩礼，我们在公园相亲角找到的，我们对他很满意，他奶奶对妈咪也很满意，他有钱、帅气，身材还好，跟我们一样帅，是我们的梦中情爹。小傻瓜们，你们肯定是上当受骗了。有钱，长得又帅，还能出得起1000万的彩礼，怎么可能找不到老婆嘛？你们肯定是被骗了。
漂亮奶奶人很好，一看就不像骗子。二宝，你把我们亲爹的照片拿出来给妈咪看看。完了，照片好像被我弄丢了。小傻瓜们，谁啊？你们先吃蛋糕啊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孤男寡女不方便，你有事你就直接说吧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屋子里藏男人了？我没有。没有就让我进去看看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博总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我房间里不管有谁，那都是我的私事儿。你初夜是给我的，我是你第一个男人，我……闭嘴！你去外面聊。博总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需要你负责。为什么？我有钱有颜，还手难得，绝对是你结婚最好的选择。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？因为我已经有结婚对象了，比你帅，比你身材好，还比你有钱，我马上就要结婚喽。结婚对象？谁啊？是一个很好的老奶奶的孙子，他愿意给我1000万的彩礼，我特别爱他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搅我。比我帅，比我身材好，比我有钱？不可能！什么很好的老奶奶，肯定是江湖骗子。等我见到他，我一定把他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撞本小姐？唐安喜，唐夏柳哟，在外面野了几年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我警告你，赶紧把那老太婆的印章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就虐死那个老不死的。你们敢动我外婆试试？我外婆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拿到股权。3个畜生，我就是为了外婆才回了海城的。股权是我们外婆的护身符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交给你的。柳儿，这位是……这个呀，就是我那不知廉耻、未婚先孕、被扫地出门的姐姐。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王宇，现在呢是博氏集团分公司的高管。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我。像你这种未婚先孕的女人，哼，就应该嫁给黄毛混混。唐夏柳，你长得跟外星人似的，360度全是死角。你男朋友两眼无神，印堂发黑，一看就是克妻命。你们2个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绝配。让你唐安喜，你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。喝牛奶喽！妈咪，漂亮奶奶约我们上午10点到福来酒店见面，我们已经答应了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吧。行。喂，哪位啊？您好，唐小姐，我是博氏集团的 HR， 恭喜你通过了我们公司的面试，现在可以来公司签合同了。博氏集团，肯定是他安排的。我上午要去福来酒店跟我男朋友商量结婚的事情，所以我暂时就不找工作了，谢谢啊。啊，好的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今天你把全天的工作都给我推掉，跟我去见你的老婆和孩子。什么老孩子？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漂亮姑娘呢，取1赠3，咱家呀赚了。我不去啊，我今天还有急事要处理。天大的事儿都没有娶媳妇儿重要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5年前就告诉我你有心上人了，可是到现在我连个鬼影都没见着。你以为我就那么好骗呐？我真没骗您，哎呀，反正我就是不去跟他见面，打死都不去。你敢不去，我让你吃我的心。福来酒店10点钟不见不散。
哎，你这什么事儿？博总，刚得到消息，唐小姐在福来酒店跟她男朋友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又是福来酒店啊？那个比我帅还比我有钱的江湖骗子，你先盯着，我现在过去。是。丽儿，等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，千万别丢脸。等我攀上博总的关系，进入总部，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了。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好。你好，我是来拜访博总的。博总刚走。哎呀，怎么就刚好错过了呢？奶奶好。哎呀，哎呦，宝贝儿们好，宝贝儿们好，这就是你们妈咪呀！奶奶您好，我是唐安喜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本人呐比照片更漂亮。奶奶您更漂亮。哎呀，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来，走。我孙媳妇儿啊，真好。我妈咪是天下最好的妈咪，我妈咪漂亮又温柔，我妈咪天下第一好。那可不，我孙子呀，要是能把你给娶回家，那可是他的福气。奶奶您过奖了。我孙子的大概情况你了解吧？他有钱，也帅，三观又正，而且呀，还是个单纯的小狼狗，连个女朋友都没谈过。奶奶，冒昧的问您一句，您孙子又帅又有钱，他为什么还要出来相亲啊？他不能生育，所以呀，就心里自卑，连个女孩子他都不愿意接触啊。原来他们家绝嗣，看来不是骗子。所以呀，你不用担心这三个宝贝儿在我们家会受委屈，我们一定会像爱护自家的孩子一样去疼爱他们。博10年一直纠缠，早晚会发现三个孩子的。不如试着跟奶奶的孙子接触接触，也好断了博10年的念头。我孙子呀，他除了不能生孩子，其他都好，而且呢，特别帅。照片你见过了吧？漂亮奶奶，我把你给的照片弄丢了，妈咪还没看到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啊，马上打电话。你在哪呢？我在福来酒店啊。之前还嘴硬，说死都不来嘛，这不还是过来了？那你赶紧过来，我们在包间等你了。说妥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博总，他在哪儿？唐小姐在666包间。慢点吃啊，奶奶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你赶紧进来，我介绍几个小朋友给你认识。唐安喜并不在这儿，难道是江恒搞错包间号吗？哎，你干嘛要走啊？人家姑娘上厕所去了，马上就回来，你等一下不行吗？我还有急事儿啊！什么急事儿？有婚姻大事急啊！叔叔，你再等一会儿，我妈咪马上就回来了。我妈咪超级漂亮，超级温柔，你要是错过了她，你肯定会后悔哭的。我们三个这么可爱，你不想当我们的弟弟吗？不是你们妈咪不好，是叔叔有想娶的人了，抱歉啊。哎呀，小喜，你来晚了，我孙子呀刚有事走了。要不这样，你等着，我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。不用了，奶奶。我刚刚接了个电话，说我外婆现在身体不太好，我要带着三个宝贝去看看我外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要不这样，我送你们去，我去开车啊，你们呢一会儿在大厅门口等我，好吗？奶奶，我先走啊。
小心点啊！糟了，这要是被博总知道3个孩子的存在，岂不是要跟我抢？快走！安喜，哎，安喜，好巧啊！原来是你们啊！叔叔，原来你就是和我相亲的那个人，咱们可真有缘分啊！缘分？孽缘还差不多吧？睡了个 gay， 竟然还和他相亲！博总，我想你也是误会了，这3个孩子是我捡的，他们跟他们妈咪走丢了，我正要带他们去找他们妈咪呢。妈咪，3个宝贝，这人叔叔他是个 gay， 他想骗婚呢。博总，我看您还忙，就不打扰您了啊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走喽。哎，快跑！博总，怎么了？这追！真是没想到，那死老太婆的翡翠玉镯竟然价值188万！哎呦，刚好啊，伯老夫人要举办60大寿，可以送她一份厚礼，为王宇啊挣一份好前程。等我的好女婿啊进到博氏集团，咱们唐家也能跟着水涨船高，飞黄腾达。听说这个伯总可孝顺得很啊，讨得伯老夫人的欢心，就等于巴结了伯总。你们俩得加油啊！啊！对对对，谢谢岳父岳母，等我抱上博总的大腿，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好，我的欢心，那要看看你们对我孙媳妇如何。哎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宁愿花钱巴结外人，也不愿意给外婆看病。哎，你这个孽障还有脸回来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把那死老太婆的印章给我交出来，否则你休想活着见到那老不死的。唐建仁，唐夏柳是你女儿，我也是你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柳儿比你有出息啊，找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啊。等他巴结好了博总，顺利的进入了博氏集团，那我们唐家也能跟着沾上光啊，哪像你呀，只会让唐家丢脸。你少废话，赶紧把那老太婆的印章给我交出来啊！等公司股权变了现，我们唐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，王宇也能顺利的进入博氏集团总部。哼，就是。当年要不是你偷走了印章，我们这些年至于过得那么辛苦吗？赶紧拿出来！你们2个畜生！唐家的一切都是我外婆给的，我就是死也不会把印章交出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我指指点点的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动我家孙媳妇儿！奶奶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我不想牵连。孙媳妇儿，真是没想到，连唐安喜这个贱人也有人娶。她可是未婚先孕，生了野种的唐安喜。唐安喜她都不检点，她老公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看你们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你们知道我孙子是谁吗？就这样口无遮拦？哎，你孙子是哪根葱啊？说出来我听听。我孙子他姓博。博士奇，你孙子是博总，那你岂不是博老夫人了？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博老夫人身份贵重，怎么会屈尊和唐安喜这个贱人在一起？我看你呀，就是个老骗子。死老太婆，你当我们都傻子呢？好忽悠呢！我就是博老夫人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可没工夫在这跟你胡扯啊！唐安喜啊，我告诉你，把印章拿出来，在这儿给我盖个章，我就让你去见那个老不死的，他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。你先让我见外婆，
否则我死都不可能交出。交不交由不得你，不交也得交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干什么？放开！你别在这撒野！等我孙子到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死定了！好啊，那让他来啊！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垃圾娶了唐安喜这个贱人。等着。喂，哎，喂，孙子，赶紧来唐家把老太婆给我带走，别让她在这到处丢人现眼。唐下流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唐安喜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交出那老太婆的印章，否则……你干什么？否则我就对她不客气。你要是敢动她，我跟你拼命！你要是再不交出来，我就不要！我给你们，我给你们！拿来吧！来来来！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？打死你这个贱人！你给我好人呐！住手！住手！你怎么样？哎，你拿过来！哎呦！孙子，你可终于来了！就是这些坏人，他们为了抢那个印章，欺负小喜，还打我们。孙子，你一定要给我们报仇啊！天哪，这位奶奶竟然真的是博朗夫人！你们是想死吗？你就是唐安喜那个废物老公啊！敢在我家撒野，我看你才想死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敢跟我大呼小叫？所以你是谁啊？我是博氏集团分公司的高管。像你这种身份低微的人，连进入博氏集团的资格都没有，敢动我一下，分分钟弄死你。是吗？那我要看看你怎么弄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老公可是博氏集团分公司的高管，你敢这么跟他说话？你不想活了吗？这小白脸给你俩多少钱？我给双倍，给我打的！哼！哇，叔叔好威风啊！当然威风了，我孙子是博氏集团的总裁。完了完了，博总这么厉害，我可怎么跟他抢3个孩子的抚养权？仗着博氏集团在外面为非作歹，我看你这个高管的位置也不用再做了。江恒，把王宇开了。王宇，你被开除了。张副总，博总，博总，我说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了我们王家吧。博总，求您了，博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了我们王家吧。是他们唐家迷惑了我。博总，博总，不，女婿，好女婿啊。今天这事儿就是个误会，我们是真不知道，你是真博总，我们要知道你是真博总，我哪敢这么对你啊？是，女儿都没了，哪来的女婿啊？不，女儿在啊，我们父女情深，哪能说断就断呢？我一直把安喜都当成掌上明珠，她不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她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你的掌上明珠在这儿呢。不，女婿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都是这个逆女的错啊！我回去，我好好惩罚她。等安喜气消了，我就让这个逆女亲自给安喜道歉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光是道歉不够，3天之内送5000万的精神损失费和医药费到我们博家，不能挨一顿揍就算了，还得让他们出血。
5000万？我这哪有5000万呢？怎么了？老天爷呀，5000万！你们杀了我算了！哎，这真没有啊！什么都没了，都没了，都是你们，是你们害了我们王家。我们唐家也完了。刚才就是你伤害的安喜。无力龙武。我错了，博总，我错了。哎，女婿，安喜，你不应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解释什么啊？那3个孩子是不是我们俩的？他发现3个宝贝是他的孩子了。不对，他要是发现了，肯定就不会问我了。虽然他人很好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他抢走我的孩子。不是，怎么可能？他们跟我长得这么像。他们不是你的孩子，他们是我跟我前夫生的。也对，这么多医生说我绝嗣，这3个孩子不会是我的。那你前夫呢？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抱歉，我对我前夫爱的深沉，我现在不想聊这个事儿。年纪轻轻就死，怪可怜的。哎，不过死了也好，就没有人跟我抢安喜和孩子们。那你要是不想聊，那就不聊，那就聊一下我们的婚事吧。我们都没有在一起，怎么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？不是你自己说要嫁给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决定嫁给你了？你自己说的呀，你要跟一个老奶奶的孙子结婚，我就是那个孙子，你特别爱的那个人。错了，怎么忘记这茬了？不是，这纯属误会。哎，不用解释，我都理解。你理解什么啊？你喜欢我却又装作不喜欢，是不是在考察我？安喜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太相信我，但是我发誓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是真的很想把你娶回家。不是，你老想着娶我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爱啊，我想跟你共度余生啊。明明是个 gay， 明明喜欢江副总，却还跟我说这番情话，鬼信我都不信。那你跟我共度余生，江副总怎么办？你跟我共度余生，那江副总怎么办？我跟你在一起关江副总什么事儿啊？他明知故问，还是想隐瞒他和江副总的关系吗？你喜欢江副总？我不喜欢，你别胡说。他喜欢江副总，我要是再喜欢江副总，那我不就成了他的情敌了吗？他会分分钟捏死我的。我真不喜欢。哎呀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突然提起他？他一直在隐瞒他和江副总的恋爱关系。我要是挑明了，他会不会杀我灭口？我就是突然想到了，随口一提。你不是喜欢他就好，你不放心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那3个孩子吗？我绝嗣了，生不出孩子的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拿他们当亲生的来看待。绝嗣，3个宝咋来的？你不用怀疑我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生育障碍，我已经看过很多医生了，不信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诊断书。哦，那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得的病。他现在绝嗣又是 gay， 以后的确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但是奶奶很稀罕孩子，她肯定想拿3个宝贝哄奶奶开心。他还是在惦记我的孩子。我就是单纯不想跟你在一起，跟其他无关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哼，演得真好。要不是知道他是个 gay， 他喜欢江副总，我都要心疼他了。人家是大总裁，自己是个小喽啰，打不过就加入陪他一起演呗。抱歉啊，你哪儿都好，但是感情的事情强迫不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不强迫你。但是我这么优秀，你肯定会爱上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追求你。我认真的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老是盯着我不放呀？因为你是我第一个女人。5年前我们意外发生关系，5年后我们又成了彼此的相亲对象。你不觉得我们命中注定就该在一起吗？那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不喜欢我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不是，
不敢，不讨厌就是有好感。我们来日方长。老天爷啊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求怎么才能摆脱一个 gay 的纠缠？在线等急急急！哎呦，宝贝儿们，慢着跑，别摔着了啊！妈咪，你还好吗？都怪我们作为家里的男子汉，没有保护好妈咪。妈咪，你还疼不疼？宝贝们，别担心，妈咪没事。都怪妈咪没有保护好你们。我们是男人，应该我们保护好妈咪的。对，你们还小着呢，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保护妈咪了。那我们长大前再有人欺负妈咪怎么办？我们现在不是有个亲爹吗？他会保护妈咪吧？他一定会保护你们妈咪的。傻小子，赶紧说话表态呀！哦，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妈咪的。谢谢博叔叔，我们给你养老送终。哎呦，不用谢我，如果你们真的想谢我，那就帮我追求你们的妈咪吧。她不喜欢我，不愿意嫁给我。妈咪为什么不愿意嫁给博叔叔呀？他可是我们的梦中情爹，我们喜欢他。大人的事儿，小孩不要跟着掺和啊！多么让人喜欢的孩子，要是我博10年的该多好。傻小子，过来！宝贝们，来下来，宝贝们来。哎呀，你还没搞定孙媳妇呢。她说她不愿意嫁给我，说她惦记着前夫。她哪有什么前夫啊？我问过消息了，她告诉我说她未婚。还有，你看这3个孩子和你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，不会就是咱们博家的孩子吧？可是我绝嗣，你这个傻小子！专家只是说你子嗣艰难，并没有说你完全丧失生育的能力呀。赶紧去做个亲子鉴定。小喜，你的腿伤还没有好，赶紧我们去医院去看看吧。奶奶，我这是一点小伤，没什么大碍的。不行不行，奶奶陪你去啊，走走。真没事儿，奶奶，走吧。拿这个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，博总。求上帝保佑，3个乖宝是我的。小心不要沾水哈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爆了。博总，博奶奶，今天就麻烦你们了，我先带着宝贝们走了啊。走走走，快走快走。博总，走了。博总，这是你和3个宝贝的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这个狗男人竟然背着我偷偷给3个孩子做了亲子鉴定。那个宝贝明明就是博士年的，怎么会没有血缘关系呢？肯定是亲子鉴定出了问题。先不管那么多了，先保住孩子要紧。我都说了，这3个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给他们做亲子鉴定？小喜，你别生气，这事儿啊都怪我，是我看了3个宝贝特别像10年小时候的样子，所以呀，我让10年去做了亲子鉴定。你要生气，你就怪我好了啊！对不起啊，安喜，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。不过安喜，你放心，虽然这3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也会拿他们当亲生的看待。妈咪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原谅博叔叔这一次好不好？妈咪，我们都很喜欢博叔叔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求求妈咪了，原谅博叔叔。好了好了，妈咪不生气了啊。但是博总，你要向我保证，以后
不允许再背着我再给孩子偷偷做亲子鉴定了。我保证。乖一点，别乱动。医生说会扭到伤口。拿这个去做亲子鉴定，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，我走。你想好中午吃啥了吗？没想到博10年发现孩子不是他的，竟然还喜欢唐安喜。贱人，他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唐安喜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是。唐安喜，你个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哎，你总不能带着3个孩子住民宿吧？那里环境那么差。我们只是暂住，而且我又不觉得那儿环境差，我觉得我们住的挺舒服的。我家更舒服呀。谢谢博总的好意啊，但是你家我不会去。你为什么不能住我家？我躲他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可能住到他家里去啊？打死都不去。我们又不熟，我干嘛要住你家呀？合适啊，你是我未来老婆呀。别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要当你的老婆了？你老婆是江父。哎呀，感情这种事可以慢慢培养的嘛。我不去。安喜，我说什么我都不会去的。哎呦，奶奶，宝贝们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妈咪，太奶奶好可怜啊！妈咪，我们都陪陪太奶奶吧。我们不想和太奶奶分开。太奶奶也舍不得和你们分开呀，宝贝。好了好了，都先别哭了，你们先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小喜，我一想到要和你和3个宝贝儿分开，我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疼啊！奶奶，我会经常带着孩子去看你的。这不一样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现在我一想到见不到这3个宝贝儿，我就想哭啊！现在我一想到见不到这3个宝贝儿，我就想哭啊！我们也想天天见到太奶奶。哎呀，现在家里就我和10年2个人，他又长期忙工作不回家，你看我孤苦伶仃的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说不定哪天我就死了呀！奶奶，你小喜，我是真心喜欢这3个孩子，你能不能行行好啊？可怜可怜我，让他们和我在一起，你也同情一下我这个将死之人呐！奶奶，你别胡说，你身体好，肯定能长命百岁的。我不求长命百岁，我就求你可怜可怜我，我也不会白让你可怜我的。我们家隔壁就有个很好的幼儿园，到时我把大宝、2宝、3宝都送去幼儿园，也可以帮帮你，好吗？太奶奶好可怜啊！妈咪，我们都陪陪太奶奶吧。妈咪，我们不想和太奶奶分开。小喜，你可以先搬去我家住，你如果住的是不习惯，你随时想走就走，我不会拦你的。奶奶，博总他真的不在家住吗？哎呀，这个臭小子，眼睛里只有工作，哪儿有奶奶我呀？所以是真的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要躲的是博10年，不是奶奶。让奶奶和3个孩子缓缓吧，先如他们所愿，等日后找准机会再搬走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去奶奶家住，那就麻烦奶奶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10年，你好好陪陪小喜。孩子们，我们先回家收拾收拾，我们迎接妈妈，好不好？妈咪再见，博叔叔再见。好，我们走喽。要乖啊，听他奶奶话。
谢谢你照顾我奶奶的情绪啊。你照顾我外婆，我也理应照顾你奶奶，而且我也喜欢奶奶，我不想看到她难过。嗨，嘿，你喜欢奶奶，早晚有一天也会喜欢我的，因为我是我奶奶带大的孩子，随她。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我是奶奶带大的不假，但也不完全随她啊。汉人喜欢高调又喜欢热闹，你多跟她接触接触，你就知道了。淡定。这咋淡定？这阵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熹妃回宫呢。欢迎小喜，妈咪，我们来接你回家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。自从妈妈去世，外婆神志不清后，再也没有人这么重视我了。别害怕，带着梦向前走，流过。欢迎唐小姐回家，唐小姐好。小喜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妈妈走后，我再次体会到了被人重视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真的好好。谢谢你们。唐小姐好，我是管家雪姨，以后您在家里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。雪姨你好。老夫人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用餐。好的，小喜，你也该饿了吧？走，咱们回家吃饭去。走，小喜啊，往后啊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你呀，当我是你的亲奶奶，10年呢，就当你的仆人，你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，因为你在这儿陪着奶奶我，就是她的大恩人。很遗憾，博士年是个 gay， 要不然我们……你不是不住家里吗？你第一天住家里，我怕你晚上睡不着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你啊。我住隔壁。你住隔壁，那你大晚上来我这儿干嘛？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饿了，你能帮我煮点宵夜吗？我给你煮。嗯。阿姨呢？阿姨们都睡了，我不好意思打扰他们。那你怎么知道我没睡啊？你在陌生环境里，你肯定失眠。哎呦，哎呦，最近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这胃病又犯了。这晚上不吃点东西，应该是睡不着了呀。吃药了吗？我这胃病老毛病了，不用吃药，吃点宵夜暖暖胃就行。你能帮我煮点宵夜吗？那你想吃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吃面吧，面养胃，晚上也不适合吃重口的东西。好啊，听你的，楼下见。你是滚！不是让我煮吗？你怎么自己动手了？我饿了，所以就先自己煮了。啊，那你煮这么多，能吃得完吗？我吃不完你吃啊。我不饿，你先吃吧，等吃不完了我再吃。煮了就有你的，那有我的。尝尝我的手艺。没想到下来帮忙没帮上，还蹭上饭了。不过这面看着就好吃。晚上虽然有大餐，但是我有点拘束，没吃几口。
这会儿也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博总的盛情款待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想不到你还有这手艺呢。我看你今天晚上没怎么吃，是拘束啊，还是饭菜不合胃口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吃多少啊？傻瓜，要不是发现你晚饭没怎么吃，我怎么会大半夜变着法子喊你下来给你煮宵夜吃？既来之则安之。你要是觉得饭菜不合胃口，你就和雪梨说，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的心事变得透明。谢谢啊。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和附近的幼儿园说好了，你要是明天有空呢，就带着3个乖宝过去参观一下。要是觉得可以呢，那我们随时可以上学；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再看看别的幼儿园。你这么快就说好了？你明天有空吗？要是没空的话，我就往后推。有，我有空。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可是我的心病。那好，那我明天带你去参观。行，几点啊10点怎么样？行。那个，博总，我以后有机会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的。没诚意。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报答我的机会。我不想听你叫我博总，我想听你叫我名字。不叫就别想走。我叫不出口。我名字有毒啊！叫你名字不尊重你我不需要你尊重我，我还想让你非礼我。啊？叫不出口，我真叫不出口。那个，那你先把眼睛蒙上。博总晚安。还挺激。这家幼儿园一看就很好，设施好，而且老师还都是高学历。这1个月得多少钱啊？不要钱啊？这个集团的老板是我的好友，我没少给他们投资。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打过电话了，说自己家的孩子来上学，不要钱。自己家孩子？你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？我又不在乎血缘关系。有便宜不占是傻子。有道理。大宝、二三宝，你们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那以后我们就来这里上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可以随时来上学，开不开心？谢谢博叔叔。那学校都搞定了，我们就去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想玩的、想吃的？我们带你去。我想看电影，我想去游乐场，我啥都想干，想去看电影，还想去游乐场玩，还想吃好吃的。好，你呢？想去干嘛？我没什么想干的。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博叔叔很忙的，你们不要再耽误他了。一会儿妈咪陪你们玩，好不好？我不忙。博叔叔说他不忙。那我们就去游乐园，然后再去商场买吃的，吃完我们再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来。唐安喜这个贱人，竟然想让博总喜当爹，想得美！鸡就是鸡，永远变不成凤凰。野孩子就是野孩子，还想当豪门少爷。俩 K 呀！禽兽，
唐安喜带3个孩子回来了，还傍上了大款，你感不感兴趣跟我聊聊？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我当然感兴趣。我这张脸就是被那个贱人给毁的，我恨不得扒他一层皮。慢点啊，慢点儿。小心脚下啊！不要急啊，慢点。是我，外婆快不行了。要是还想见她最后一面，就赶紧过来，记得自己过来。我可不想见到博总。不要急啊。博总，我有急事要先离开一会儿，孩子们就先麻烦你照顾了。宝贝们要听博叔叔的话啊。妈咪，你放心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私事儿。慢慢变坏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。怎么是你啊？唐安喜，好久不见。唐夏柳跟我外婆呢？小傻瓜，唐家早就把你卖给我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把我伺候爽了，我他妈弄死你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他妈敢咬我，我他妈弄死你！看见我这个疤了吗？5年前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有这个疤？今天我不玩死你，我都不姓秦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救命！放开我！唐安喜，你个贱人，搅和我男朋友工作，还想舒舒服服嫁给博总，没了清白，我看你怎么嫁人！你他妈谁啊你？你敢打我？活腻了是吧？敢碰我的女人，你他妈是活够了！想死我就成全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黑虎帮的人，老大是我亲叔，你们敢动我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能练拢我，留他半条命，晚点我再慢慢收拾他。我们回家。你们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乱来！天哪！天哪！唐安喜，他怎么每次都这么好运啊？不过幸好我躲在这个房间，不然被打得这么惨，我可是要……他怎么样？身上还有几块淤青，但不太严重。这几天就别让他再受刺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是哪个爱签到的，敢这么对我们家萧喜？你可要给他出气呀！奶奶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，你先照顾好萧喜。好。查到禽兽的身份了吗？他的确是黑虎帮的人，黑虎帮的老大秦彪，真实的堂叔。这个秦彪是个狠人，平时禽兽就是仗着他为虎作伥。把禽兽和秦彪都带来。是。叔，救我！救我！叔！
叔救我！救我！叔！你他妈混账东西！得罪谁不行，你得罪博总，我们能惹得起吗？道歉。博总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博总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你个混蛋，干什么蠢事了？那个，我想强暴唐安喜。唐安喜是谁啊？唐家大小姐。6年前，唐家把她卖给我了，我钱都出了，但事儿没办成，还毁了我的容。我心里不甘心，想报复她，没想到她是博总的女人呢。你他妈找死吧你！博总，我这侄子吧，他不懂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多多包涵。只要今天留他一条小命，你随便处置他，我保证这小子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在您和唐小姐的面前。博总，您看行吗？是谁害的唐安喜？是唐小柳给我打的电话。把他的胳膊废了。谢谢博总。叔，不要！叔！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给小喜出气了吗？奶奶，他怎么样了？中途醒了2次，而且都是惊醒的状态，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吃过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照看他。好。别过！安喜，别怕，坏人已经被我打跑了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，别怕了啊！以后我保护你，不怕了。别走！不怕啊！别走！不怕了，我在，我陪着你。你拽我干嘛？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昨天晚上一直做噩梦，一直抓着我的衣服不放，我才留下来陪你睡的。你都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就抱着你睡觉。还就抱？那衣服也是你给我换的。奶奶找人给你换的呀，不信你自己去问她。对啊，博总可是 gay， 喜欢男人，怎么可能对我有什么？抱歉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你摔疼了吗？我没事儿。昨天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你不用谢我，也不用再担心禽兽再找你麻烦，我已经摆平了。可是我听说他叔叔真的很厉害，那你……我已经摆平了，放心。也是，他可是博士娘，海城最厉害的男人。
博总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那你嫁给我好了。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晚了我嫁你也行。啊？你不嫁也行，但是以后你不能一个人再去冒险了，有事一定要告诉我。你即便不为我考虑考虑，你也得为孩子们考虑一下。万一你出事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相遇人海中，靠地里的呼吸，我的脉搏都是饿了吧？奶奶说你昨天没吃东西，你先去洗漱，我去给你煮点东西吃。谢谢博总，这么好的男人，如果不是 gay， 该多好，我一定满心欢喜的嫁给他。妈，怎么了，女儿？妈，我找禽兽欺负唐安喜，谁知道博总救了他。你是不知道他把禽兽打得有多惨，我好害怕，我害怕，别怕，我害怕他查到我妈，我该怎么办？不知道那唐安喜给博总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对他疼爱有加的。妈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！我去找你爸，跟他求求情。他怎么着也是唐家的女儿。就这样。你这首富啊，果然是不一样。你看看这别墅，这也太气派了呀！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搬进来住在这儿啊？这个贱人怎么配住这么好的地方？只有我们家柳儿才配得上。我们跟唐安喜求求情，让她原谅我们一家，我们就能跟她享受一样的荣华富贵。我生她养她，就算是死，她也是我女儿。她别想摆脱我们。哎呀，先收着点脾气，哄着她。奶奶，这么剪是对的吗？对，哎，对，那片叶子要剪掉啊。喂，安喜啊，我是你爸呀，我们现在是……这个孽障把我电话给挂了，他怎么这么对待他的亲爹呀？这个不孝女，他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了？小喜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没事。唐小姐，外面有2位自称您爸妈的人想要见您。小喜爸妈？就是之前欺负我们的所谓的爸爸，还有后妈。哎呀，原来是他们还好意思来见你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孽障把我给拉黑了。咱们先闹一闹，说不定唐安喜他就出来了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小喜呀，咱们2个是父女哪会有什么隔夜仇啊？爸爸知道，爸爸以前确实对你苛刻了那么一点点。爸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爸爸好不好啊？小喜呀，我发誓，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疼你，我把缺失的父爱一次全都补偿给你呀！小喜，原谅爸爸呀！哎呀，小喜呀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对你啊！你最善良、最孝顺了，你肯定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呀？哎，来了！给我上！我们老太太说了，你们来一次打一次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呦，爸，你们这是怎么搞的？轻点！慢点！康喜这个不孝女，连自己亲生父亲都打，我动不了她，我还动不了医院那个老东西呀！哎呦，
不行，这老婆死的可经不住虐待，万一她死了，我们就完了。她现在可是我们家的保命符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接个电话。喂，说，你说什么？啊？郭总让所有人都不跟我们家合作，那公司岂不是完蛋了？啊，妈，会不会是因为上次那件事，博总想报复我们？现在可怎么办呢？你们说说，你们瞒我什么事儿了？柳儿为了帮咱们出气，找人教训了唐安喜，谁知道被博总给破坏了。老公，唐安喜现在已经跟咱们断绝了关系，柳儿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可要保护好她。唐安喜，是你不孝在先，就别怪老子对你不义。妈咪，哎，谢谢老师。怎么样呀？今天在学校里面开不开心呀？开心。真乖。走吧，走。走开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上去！要想保住孩子的命，准备1000万，不止上交，报警140条。我是你，二宝三宝被绑架了，你救救他们！我求求你，你快救救他们！你说什么？二宝三宝被……哪个挨千刀的啊？居然敢绑架我的重孙，这不是在找死吗？把人抓到以后啊，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他。10年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这是1000万。博总，已经处理好了。三宝从小就怕打针，这么大的伤口，不知道要缝多少针，他一定疼死了。别担心，三宝肯定能逢凶化吉。你们谁是 A 型血？孩子失血过多，现在急需输血，但血库里的血告急。我是，抽我的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三宝现在很危险。因为你是三宝的爸爸，直系亲属不能输血，会有得溶血症的风险。如果这是最后的，到底为什么不行？反正你就是不行。那你们到底谁行？我行。博总，我也是 A 型血。好，你跟我来。这孩子不会是……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为什么我给三宝输血就不行，他给三宝输血就行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这么下去，肯定会露馅。哎呀！哎！医生！医生！安心，安心。三宝，我的心肝宝贝，哎，小可怜，你真是让奶奶好心疼啊！奶奶，别太担心，医生说手术很成功。那还不是我们三宝的命大？那几个绑匪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废了手脚，丢进了监狱。他们的底细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以后，一定要为我们二宝三宝报仇。还在查，放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博总，绑架三宝的主谋已经找到了。绑架三宝的主谋已经找到了。是谁？据绑匪交代，是唐建仁和狐狸精让他们绑的孩子。他们还教唆绑匪，索要1000万，事成之后给他们100万。哎呀，这两个畜生太没有人性了，连自己亲外孙也下得了手。把他们带过来。是。博总，博总，
博总，绑架孩子的事真不是我们干的。对呀，博总，我们真没干呢。对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们就知道绑架孩子的事儿啊？我们听说的，博总，听说的。对，我们是听说的。我不是来听你们认罪的，我是来教训你们的。女婿，不，博总，那个绑架孩子，我们真不敢干，那都不是我们干的，我们没想伤害孩子，我们就想要点钱呢，博总。博总，都是唐建仁指使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你个贱人！你说什么啊？你给我教训他们！是。别，博总，我错了。妈咪，博叔叔，我怕。妈咪在呢，妈咪在啊。三宝不怕啊，坏人已经被博叔叔打跑了，博叔叔哪也不去，就在医院陪着三宝。谢谢博叔叔，三宝喜欢博叔叔。博十年真的是个称职的父亲，如果他不是gay，算了，我在乱想什么呢？博总，我会在医院照顾三宝，你就别陪着了，工作要紧。工作哪有三宝重要？三宝最重要。三宝，想不想博叔叔留下来陪你？想。这是我和三宝之间的约定，我和三宝都没意见，你就别提意见了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三宝还痛不痛啊？哎，唐小姐您好，这是江副总要的医疗费发票，麻烦您转交给他。这才几天，三宝的医疗费都10几万了，这些钱都是博十年出的。一边不给人家孩子，一边又享受着人家的好，这不是渣女行为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找工作挣钱。小喜，你在这么认真的看啥呢？奶奶，我在找工作呢。三宝受伤后都是博总先付的钱，现在三宝马上就好了，我就想着赶紧赚钱还给他。小喜出去上班以后，哪有时间和十年谈恋爱呀？我这孙媳妇儿啥时候才能娶进门呢？绝对不能让小喜出去上班。工作好找吗？现在这单位可难找了，招个女助理，不仅要长得好，还要会喝酒，能熬夜，还要随叫随到，不能有孩子，工资还只有3000。哎，要不你就直接去10年的公司上班吧。还是别了，我还是想试试其他工作。我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给他当生活助理？10年是一个工作狂，经常一忙起来连饭都不吃，他的肠胃就这样给弄坏了。你说奶奶我一大把年纪，我总不能总跟着他吧？你去给他做一个生活助理，你这可不是去赚钱啊，你是为了帮10年，也是帮帮奶奶我呀，你说行吗？奶奶的心情我理解，奶奶一直想撮合我和博十年，可他是个 gay， 搞不好连孩子都搭进去了。奶奶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我去真不太合适，您还是让其他人去吧。不行，奶奶不能把10年交给其他人，我就只相信你。小喜，你去上班以后，我1个月给你开2万块钱，你看可以吗？2万？不够啊，那我给你开3万1个月。到年终时，奶奶给你包一个大红包。不，多了，
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给别人也是这个数，但是其他人呢，我就不放心。就这样说定了啊。孙子挣的钱，反正都是给这个孙儿媳妇花的，别说1个月3万，一个月100万都没问题。我不去，别人也会去，3万工资也会给别人。穷鬼不能想太多，先向钱看齐就对了。那我试试。等三宝好了以后啊，你立刻就去上班，好吗？行。这个是，来，好家伙，江恒他居然男女通吃，那博士年岂不是被绿了？他也太可怜了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该有多伤心啊！呜呼！妈咪，你看博叔叔给我买的毛绒玩具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真好看。博士年对我们这么好，要不要告诉他江副总出轨的事儿？告诉他的话，他会不会很伤心啊？哎呀，好纠结啊！你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没有。今天三宝还在旁边说这些不太合适，要是博总知道了，肯定会伤心的。确定没事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医生说下午三宝就可以出院了。行，那我就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准备出院啦！出院喽！哇，好多好吃的！今天三宝出院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我有礼物送给小喜和3个宝贝们。奶奶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。这东西啊不值钱，要么你问10年。你要是不收下的话，奶奶会生气的。金子还不值钱啊？那什么值钱啊？是，奶奶说的是。这也是奶奶的心意呀，收下吧。你不收的话，我可真难过了。安喜，收下吧。而且这些礼物呢，都挺有寓意的。你要是不收，不合适。收下吧。这些东西一看就很贵重，肯定不能收的。但是奶奶，算了，先收下吧，先不扫奶奶的兴，只当替她保管着，以后有机会再还给她。行，那我先收下。谢谢奶奶。谢谢太奶奶。不用谢哦，宝贝儿们乖。小喜来，我给你戴上，真好看。谢谢奶奶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庆祝三宝重获健康。来，我们举杯，举杯，开心快乐。吃饭。不行，我必须把江副总出轨的事告诉博总。奶奶和博总对我们这么好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博总被欺骗感情呢？你要不先把浴袍还我呢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博士年这身材依旧是这么好。喜欢？喜欢什么？我的身子呀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才不喜欢。
你不喜欢你抓那么紧干嘛？你这么急匆匆的去我房间，是想干嘛呀？没什么。梦游，梦游。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呢？难道是我这身材不好吗？不行啊，还得练练。安喜，早。不尴尬，不尴尬，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早啊，怎么还是好尴尬啊？你昨天晚上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宝贝们早，宝贝们早。妈咪，博叔叔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吃饭吧。妈咪，博叔叔，你们俩不乖，晚上不好好睡觉，都有黑眼圈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呛到了。没什么事儿吧？慢点啊。哦，对了，安喜，一会儿跟我去参加个宴会，一会儿吃完我们去楼下集合，去店里试个衣服。我陪你去参加宴会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呀，都是朋友自己人，奶奶和三个宝贝都去。早就想跟他一起参加宴会，刚巧江恒的白月光回来，江恒要给白月光接风，我可以带着他嘚瑟嘚瑟，让大家看看我博10年喜欢的女人有多优秀。满脑子都是江恒给博士年戴绿帽子这件事儿，不想去参加宴会，但是也不想扫大家的兴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去收拾收拾。奶奶慢慢吃。哎，孙子，你可以呀，进展挺神速啊，但身体要紧啊。奶啊，你这整天都想什么呢？怎么，昨晚上你们没住一起啊？没有啊。你这个废物！我也回房间去了。哎，碰上这个倒霉孙子，我也是服了，还得我这个老将出马。宴会，哼，就今。哇！哇！我们先进来看看。博总好。这个店我包了。这个好看是吗？好看。博总，小少爷和小小姐穿这一身可真是太好看了，简直就像3个浓缩版的你。博总，您的基因可真强大。原本就觉得这3个孩子跟我很像，这么一穿更像了。
不好看吗？妈咪好好看。妈咪，你太好看了，像个小仙女。我长大了要娶一个像妈咪一样的老婆。我也要娶像妈咪一样漂亮的老婆。我也要娶，我也要。你们3个小傻瓜，博叔叔不想要娶妈咪当老婆吗？想啊，我当然想了，我做梦都想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我呢？因为江副总出轨，一直觉得他可怜，现在听他说这些话，感觉他也挺渣的，背着江副总跟我说这些话，他这也算出轨。欢迎月月回家。嗨，10年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位是安喜，唐安喜。哦，这位就是你寻找这么多年的梦中情人吗？真的太漂亮了吧！难怪10年这么多年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你好，我叫月月，是10年的发小，谢谢你能来到我的接风宴。这不就是江恒的出轨对象吗？他跟江恒竟然是发小，贵圈好乱呢！不行了 ，CPU 快赶烧了。你好，我是唐安喜。啊，这3个乖宝呢，是安喜的3个孩子。10年，你确定这仨孩子不是你的种吗？你疑惑，我还疑惑。亲子鉴定我都做，要不是答应了唐安喜，早就做第2遍了。有那么像吗？真的很像，我已经帮你鉴定过了，绝对就是你的种。你鉴定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宝宝真可爱，谢谢你们来到我的接风宴。姐姐好漂亮。哎呀，小嘴真甜。奶奶，我好想你啊！哎呀，这会儿想起我这个老太婆了。想我，你想我你就别走呀。是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走，奶奶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别，今天呢，你才是主角，你呀去陪其他的客人，我呀一会儿就带重孙们就在这儿转一转啊。好，奶奶，那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。哎，好的，忙去啊。好的，走，孩子们，咱们想吃点什么？来看看。哎，这个好不好？你们慢慢吃啊。可以下。哎呀，孩子们，好好吃啊！可以下手了。奶奶特别喜欢小孩。奶奶这是想做什么呀？哎，来喽！怎么了，孙子？我怕你渴了，来喝点红酒。拿着。他肯定是想让我和唐安喜生米煮成熟饭。赶紧的。哎，小喜，你也喝点。好，谢谢奶奶。我还是他亲孙子吗？这也太狠了吧！给自己孙子下药还成倍的下，他确定是在帮我吗？不会是被自己的奶奶药死了吧？那也太冤了！哎，你喝呀，磨叽什么呢？来喝，哎，喝，挺好的。来，哎，对喽。博士年也真是的，既不能顺着奶奶吗？不就是喝杯水吗？整得跟吃药似的，至于吗？这药也太有劲儿了吧！这么快就起作用了。10年，
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？哎，不舒服就到房间里去休息会儿。确实有点不太舒服。行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休息。奶奶什么时候才能靠点谱？也不跟我提前沟通下，下这么多药能舒服才怪。我看你下面怎么办？慢点，慢点啊！奶奶，博总他是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也有点担心他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帮奶奶过去看看他。我去不合适吧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合适呢？你悄悄的进去，如果他睡着了呀，你就走了就是了，好吗？就当是帮奶奶的忙啊，拿着去吧。好吧。孙子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，接下来就……安琪，碰碰我，安琪，碰碰我。这情景怎么跟6年前一样？不会是被人下药了吧？哎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我们去医院吧？怎么办呀？这么严重，看情况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。原本已经绝嗣，要是再落下什么后遗症，那就太可怜了。来，我们去医院。来，走。要不帮帮他，他都帮了我那么多了。就当我还了欠你的人情。在黑夜点亮我 It should be you Nobody else but you 像一起般的最初画笔描摹新的旅途随风起月描哎，奶奶，宴会马上开始了，你知道博总在哪儿吗？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去房间休息了。啊，不舒服。月月，我去看看他。好，你去吧。哎呦！唐小姐，你和博总……你别误会啊，博总他是中了那个……唐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江副总，江副总，不是你想……哎呀，江副总，我刚才跟博总真的只是个意外，
我们没有感情的，不会在一起的，你放心啊。都睡在一起了，唐小姐还说这种话，难道是不想对博总负责？哼，渣女！趁机跟江副总聊了，他给博总戴绿帽子的事。江副总，你跟那个女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不会告诉博总的。只要你跟那个女人断绝关系，我就可以当做无事发生。我跟哪个女人断绝关系啊？月月吗？对啊，江副总，我刚才跟博总真的就是个意外。博总现在因为你这件事情非常伤心，他是真的很爱你啊，你不该去伤害他的，而且你们也很般配。我是衷心的祝福你们。什么？你竟然怀疑我和博总是一对？哇！现在社会很开放的，不会歧视 gay 的。就算有些人不理解，但是也会表示尊重啊。我和博总不仅是同事，而且还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兄弟，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。我的真爱只能给我的白月光，我喜欢他很多年了。月月啊，你和博总之间都那样了，现在又这么说，这也太渣了吧！对不起博总，也对不起月月。唐小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敢摸着我的良心说，我和博总清清白白，月月才是我的女朋友。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？难道博总是单恋？博总，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在宴会厅喝了不少酒吧，胃一定不舒服，我给你送来了醒酒汤。博总其实挺不错的，如果能嫁给他，应该会很幸福吧。博总，谢谢关心。安喜，今天晚上的事，我想对你负责。没事吧？虽然我对博总有好感，但他是 gay 啊，怎么能跟我共度余生？肯定是看江副总跟月月在一起受到刺激了，才会这样。我就这么让你难接受吗？说实话的话，会伤害到博总吧？其实博总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怕孩子们没有保障。虽然你跟奶奶对3个乖宝都很好，但是终究不是亲生的呀。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早点睡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博总，你会错意了，我只是不想伤害你啊。怎么满脑子都是博士年啊？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唐安喜，你可别忘了他是 gay 啊！不能想了，真的不能再想了，我要睡觉。哎呦，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行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要是真的爱上博士年，可怎么办？我要找个机会跟奶奶说下，搬出去住。一定要减少跟博士年接触的机会。哎呦，想跟我斗，没门儿，看谁厉害！我最厉害哟！奶奶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啊，小喜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宝贝们，你们先出去玩会儿。好的，妈咪。奶奶，我已经打扰你们很久了。我现在也上班了，有收入了，所以我就想带着3个孩子搬出去住了。啊，小喜，你是不是在这儿住的不舒服啊？你告诉奶奶我呀，我让雪姨帮你调整。不是，就是太舒服了，太打扰你们了。是不是因为10年？
跟博总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心理上过不去。小希啊，如果你要走了，我想3个宝贝儿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我们又不是搬到其他城市去了。你要是想3个孩子，可以随时过来看他们呀。我也可以带着孩子们随时来看您的，跟住在一起是一样的。那你准备多久搬呢？今天我已经租好房子了。今天怎么那么急呀？小喜呀，能不能不搬啊？不搬，真不行，不急不行啊！等博总回来更难搬走了。奶奶，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啊。看来卖惨也挽留不了了，只能想别的办法了。废物孙子！我这是又怎么惹您生气了，奶奶？你知道吗？安喜要带着孩子们搬走了。什么？我说你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把他搞定啊？我呀，你气死我了你！哎，奶奶，您先别急嘛，我想想办法。要是没搬出这个城市，他就别想逃出你我的手掌心。真的？你要相信我。好，你要是不把我这个孙媳妇儿给我留住，你就别我这个媳妇儿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哦，我是张老师，你是唐大宝、唐二宝、唐三宝的妈妈吗？嗯，我是，有什么事啊？您现在过来一下吧，3个孩子跟别的小朋友起了冲突，把人打了。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啊。什么情况？贾太太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没有看好，才让这3个小朋友推倒了壮壮，抱歉抱歉，我马上带他们走。我不走，他打了我妹妹，我要他道歉。就是，贾太太是你们惹不起的，赶紧走吧。听说这3个孩子都没爹，是他妈生的野种，就凭你们啊，还想让我道歉啊？你们配吗？不许欺负我哥哥！阿宝，你没事吧？妈咪，你可来了，我们没事。宝贝乖啊，不哭啊，没事就好。好妈妈你好，我是张老师，你的孩子们打了贾壮壮，还拒不道歉，你赶紧劝劝吧。张老师，孩子们的纠纷我要问清楚了，才能决定让他们道不道歉。有什么好问的呀？看把我儿子给打的，这就是证据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长这么大，连一根手指头的打都没挨过，绝对不能这么轻饶了他们。赶紧给我儿子磕头道歉！贾太太，是你先动手打孩子，你是不是应该先道歉？哼，让我道歉啊？你也配？你居然打我！你居然打我！你不道歉，那我就只能以牙还牙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老公可是这家幼儿园的股东。瞧你这穷酸样，赶紧的给我和我儿子道个歉，不然我让园长把这3个小野种给赶出去。唐妈妈，其实这就是件小事情，你就给贾妈妈道个歉吧。是他先欺负我孩子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就是，凭什么道歉？好，既然不道歉，那我马上把我老公找来，把你们都赶出去。喂，老公，你快来，我和你儿子被人欺负了。博叔叔，快来，我们和妈咪在幼儿园被欺负了。去幼儿园。好，你等死吧。好，
我倒要看看你老公能不能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谁敢动我老婆和儿子？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！就这3个小野种欺负我们家壮壮，还有这贱女人，刚才动手打了我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敢欺负我儿子，你们3个野种找死！三宝，你敢动我孩子，我跟你拼命！去你的！不许欺负我妈咪！大坏蛋，不许欺负我妈咪！大坏蛋，你敢欺负我妈咪，博叔叔不会放过你的！博叔叔，你果然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今天勾搭一个姓博的，明天勾搭一个姓黄的，都是些垃圾。你把他叫来，我让他下跪叫我爹。让谁下跪啊？你不走。老公，骂谁野种啊？博士您怎么来了？快起来！你谁啊你？敢打我老公？我老公可是这家幼儿园的股东。你闭嘴！博总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小少爷和小小姐，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和我一般见识。我这……老公，你傻了呀？博总早就绝嗣了，这3个小野种肯定不是博总的。你管他是不是，得罪了博总，我们全家都玩完。博总，这位女士，还有小少爷、小小姐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博总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啊，3个乖宝，你们觉得博叔叔要不要原谅他？博总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3个乖宝，你们觉得博叔叔要不要原谅他们？叔叔，这3个都是坏蛋，他们推搡三宝。叔叔，这些坏人欺负妈咪。博叔叔，他骂我们是野种，我本来想打他的，但大哥说不要理他，我就没动手，是他自己摔的，我们绝不原谅他们。好，博叔叔听你们的。博总，我们真的错了，都怪这个小王八蛋，你胡说八道！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们贾家以后不要再做生意了，先想想怎么教育孩子吧。都让我们做生意了，不就是要让我们破产了吗？博总，求你再饶我们一次吧。再不走，就不是单纯的取消合作，而是全面封杀。博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有你被开除了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老师。博总，都是他们逼我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博叔叔好厉害，好霸气！小马屁精们，走吧，我们先去看看医生。哎，没事哈，很快就好，怕就不看啊，不怕啊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最近看到他总是心跳的厉害。孩子们都睡了。都睡了，白天应该是受到了惊吓，睡得沉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也是我的孩子呀。啊？难道他知道真相了？哦，我是说，我已经拿他们当自己孩子来看了。从医院回来只照顾孩子们，还没时间照顾你。我没事儿，谢谢博总关心。没事就好，有事就说，别硬撑着，有我呢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这就走了？怎么了？舍不得我？我没有。记得下个星期一来上班啊。我知道了。哦，不用送，在家看孩子吧。不接受他，不让孩子跟他相认，
真的对吗？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其实，博总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们没有保障。虽然你跟奶奶对3个乖宝都很好，但是终究不是亲生的呀。安喜，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安排，你等等我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唐安喜，我是今天来报道的。你好，我是人事高雅，以后叫我小高就行。很高兴你的加入，公司让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的环境。好嘞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跟我走吧。孟主管好。小高早。小高，这位美女是？啊，孟主管，这位是新来的同事，总裁的生活助理。唐小姐，这位是公司的项目主管孟主管。你好，孟主管。总裁新招的生活助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江副总安排的。江副总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集团里塞。哼！是我今天穿着不合体吗？唐小姐别放心上，他这人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走吧。唐小姐，以后你就在这里办公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所以简单的带你熟悉了一下咱们的办公环境。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小高，谢谢你了。你先去忙吧，有事我再来找你。好，你也收拾一下工位吧。我们的大伯总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漫不经心呢？想什么呢？工作就有工作的样子，要专心致志。能不能跟我学学？佛总，您这资料拿反了。江副总，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跟我汇报的？没有。你在想什么？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唐喜今天不是来上班吗？是唐小姐今天正式来公司上班了。不过这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吧？算了，你出去，我想进去。这的确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儿。这货脑子最近是怎么了？哦，他谈恋爱，恋爱使人愚笨。哎呦，太太，我想你，我也想你们啦。今天妈咪怎么没来接我们啊？小喜第一天上班，还不知道习惯不习惯。我去帮小喜呀造势，整的哪个不长眼的欺负我们。妈咪今天呀上班去了，你们想不想去参观一下妈咪上班的地方啊？想。那好，我们就一起去妈妈上班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走吧，孩子们，我们上车喽，去妈妈上班的地方喽。老夫人您好，您怎么来？我马上通知博总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呀就是带孙子们来转一转。哇，好帅的小帅哥呀！那我带你们进去吧。你忙你的，我们就随意走一走。那好，那您里面请。好，走，孩子们。小少爷长得好帅啊，和总裁有点像，该不会是总裁的私生子吧？走。奶奶，妈咪在哪里呀？我们再找找好吗？奶奶，哎，妈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咪，我和孩子们不是都想看看你工作环境吗？所以说他们一放学呀，我就接他们过来了。奶奶，这样会打扰到同事们工作的。没关系，这不也快下班了吗？哎，你工作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放心吧，奶奶，我挺好的。
那就好，我去上一下洗手间，你就带孩子们转转吧。行，那我先去啊。妈咪，你带我们参观好不好？好吧。耶！这个地方是公共场合，不能大声喧哗，也不能打闹，知道吗？那我们走吧。新来的不知道是办公区域吗？是谁让你带他们进来的？新来的不知道这是办公区域吗？是谁让你带他们进来的？我们是来参观妈咪的工作环境的，是太奶奶带我们来的。我们也没有吵，也没有打扰叔叔阿姨上班。遇上谁不好，怎么偏偏遇上他了？第一天上班一定要处好同事关系。对不起啊，孟主管，我这就带孩子们离开。我们走吧。对不起就行了吗？这里是办公区，不是幼儿园。想要带孩子，就别上班了。你，哼！我看过你简历了，你不是未婚吗？哦，原来都是野孩子呀！有爹生没爹养的东西，怪不得这么没教养。你说话注意点，孩子怎么着你了？难道不是野孩子吗？那你知道他们爸爸是谁吗？这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当着孩子的面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走，别想轻易离开，没那么容易。未婚先孕，私生活混乱，像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，不配给我们总裁当生活助理，污了我们总裁的眼，自己离职吧。你不能欺负我妈妈，你是个坏女人，你敢欺负我妈咪，我叔叔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野种就是这么没教养，没人管教，我来替你管教。保安，把这3个小野种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博总，这个新人擅自带着孩子在办公区里喧哗，影响其他同事上班，我在驱赶他们。闭嘴！我怎么觉得是你在影响同事们上班？叔叔，我们很乖，没有大声说话。我知道。博总，都散了。我是。执年，你怎么来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奶奶，没事儿。10年，小喜可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来咱们集团工作的，他可不能受半点委屈，否则呀，我拿你试问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我可舍不得他受委屈。那就好，你们呐去忙工作，我带孩子们到处逛逛。走，孩子们，跟奶奶走。今天家族宴会，记得把小喜带上。你去盯一下家宴的事。好的。艾喜，把手头的工作都交接一下，一会儿跟我参加个宴会。啊？哦，好的。哎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奶奶，奶奶，宝贝们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你先坐，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。妈咪，哎，乖啊。大孙子，你没把这3个宝贝儿入咱们魔家族谱的事儿告诉小喜子呀？还没呢，我想给他个惊喜。加油，大孙子，早点拿下小喜。奶奶，拿下谁？小喜，今天呢，我给你介绍几个人。大家好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家未来的孙媳妇儿，叫唐安喜。唐安喜，
你怎么跟大家介绍我是您未来的新媳妇？早晚的事儿啊。小喜啊，这位啊是老太爷，也是伯家最德高望重的族老，也是10年最尊重的爷爷。老太爷好。好。这2位啊，也是10年的2叔、3叔。2叔好，3叔好。这2叔、3叔什么情况？哼哼二将吗？其他呀，都跟你是平辈儿，以后啊接触多了就认识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坐下。今天请大家来呢，是想宣布一件事情。什么大事儿要见长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说到底，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呢，是想宣布一件事情，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。见证什么呀？这是有大事。知道呢，好期待啊！再听。我宣布，唐大宝、唐二宝、唐三宝上伯家族谱，从此以后继承我所有的财产。是您难道知道了3个孩子和他的关系？我们反对。老太爷，您说句话呀！就是啊，老太爷，你要再不发声，我们伯家的财产就保不住了呀！当初我孙子接管博氏集团的时候，博氏集团都快破产了。如今的博氏集团是我孙子没日没夜打拼出来的，他想给谁就给谁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这3个孩子要是10年亲生的，我们无话可说。但谁都知道10年绝嗣，这3个野种根本不是我们伯家的血脉，凭什么要写进我们家谱，继承博氏集团？没错，你们这是在混淆伯家的血脉，我绝对不同意。我是伯家家主，你们无权反对。谁要是反对，就从族谱上除名。我就是被除名，我也不能接受这3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上我伯家的族谱。我也不接受，伯家上上下下的都不接受。我看你们2个就是狼子野心，巴不得我孙子无后，好抢走我博氏集团。是你们想要祸害伯家的。来人，把他们请。放开！干什么？放开！伯总，放开！你别担心，伯家我说了算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这是上族谱，是大事啊！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孩子在我心里的地位。虽然他们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会拿他们当亲生的一样看待。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那江副总怎么办？我跟你在一起关江副总什么事？你不是暗恋江副总吗？我什么时候暗恋江副总了？你怎么会有这种错觉？我只是绝嗣，你其他一切正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原来是我误会了。都给我安静！10年呐，老2、老3说的没错，你虽然拯救了博氏集团，但博氏集团也是伯家的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在外人手里。你还要把这3个孩子写入族谱，除非他们是你亲生的。族长都发话了，那就做 DNA 亲子鉴定吧。如果他们是10年的骨肉，我们就同意上族谱。对，博士年，如果族长的话你都不同意，你就不是我们伯家的人，必须交出博氏集团。你们欺人太甚！
好，我同意做 DNA 鉴定。既然唐小姐都同意了，那就现场做，用我的人去做。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既然没有什么问题，那就取头发，做 DNA 亲子鉴定。这个唐安喜突然同意做亲子鉴定，该不会这3个小崽子就是10年的种吧？那岂不是我们分不了博氏集团了？你是在做梦吧？这博士年已经确诊绝嗣多年了，怎么可能突然会好起来？这还一下生3个，绝对不可能。也是，他绝嗣啊！安喜，你为什么同意他们做亲子鉴定？你明知道3个乖宝不是我的孩子，结果一旦出来，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上族谱。是不是？一会儿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了。老太爷，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绝嗣啊！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了。这3个乖宝果然是我的，我就说嘛，跟我长得这么像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？什么？3个乖宝竟然真的都是我的重孙！哎呀，我的大孙子，你太能干了，一口气呀就给了我3个宝。小喜，我没有做梦吧？这3个宝都是我的重孙。奶奶，是真的，您不是在做梦。哎呀，我太爱你了！这下我就是死了，我也能瞑目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一定是搞错了，这份 DNA 报告肯定有假。没错，博士年绝嗣，怎么可能生出3个孩子？2叔、3叔要是不信，我可以陪你们重新做一次。好，现在就去。走啊！行了，你俩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做 DNA 亲子鉴定的时候，是我派人去做的，怎么，在质疑我在造假吗？重新做亲子鉴定可以，如果是真的，你俩就要被赶出博士。你俩还要继续再做吗？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其他人还有什么疑问？没有。如果没有什么疑问，那就按之前的约定，将3个孩子纳入族谱，归入10年名下。好。奶奶，你先带3个乖宝回去，我和安熙有话说。我懂，宝贝们走，跟太奶奶回家凉快喽。波总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可千万别打我呀！江恒，告诉他我是不是 gay？ 博总怎么可能是 gay 呢？他100%纯直男。可是我那天面试的时候，看到江副总在擦博总。那是江副总的水洒到了我的裤子上，我在擦水渍。哦，感情你一直把我当 gay 才拒绝我。这个嘛，博总，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撤了啊。来，那你一直为什么瞒着3个乖宝是我孩子的事情？我以为你是 gay， 怕你抢走3个孩子，原来你不是啊。那你怎么不问我呀？我就这么卑鄙，一边跟江河好着，还一边撩着你。不是，博总，我一开始是怕你抢走3个孩子，但是后来我就不忍心伤害你，在我眼里你是个天大的好人，真的，我发誓。所以，你喜欢我，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不确定。那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同意做亲子鉴定？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！
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对你的感情，我都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而且孩子需要爸爸。你不用惊慌失措，3天后再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嫁给我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会怪你，会继续追求你，直到你愿意嫁给我为止。走了，回家。王安喜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自己就过得风生水起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喜，伯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孩子们来了。3个孩子去上学了，下午4点才能回家呢。小喜，你就带孩子们住这个环境啊？我觉得这个环境对孩子们成长不利。既然孩子是10年的，你就带孩子们和奶奶一起回家住吧。奶奶，我现在搬进去，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那好说呀，奶奶回去就给你们准备婚礼。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喜呀，我看得出来，10年呐是喜欢你，你也喜欢10年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咱们一家人呐，开开心心住在一起，你说多好？奶奶，我答应伯总要3天后给他答复，您就再等我3天，好不好？小喜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奶奶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和3个宝贝儿。我答应您，我一定慎重考虑。这些礼物啊，是我给3个宝贝儿的，你等他们放学回来以后，帮我转交一下给他们。那我就第3个孩子，谢谢奶奶了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那么客气。我走了啊。奶奶慢走。行了，不着急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给博士年发了信息，说你要见他，他可真爱你啊！马上结束会议了，半个小时后就到你家了。哦，对了，厨房的煤气灶我已经帮你打开了，等博士年来的时候，整个房间都会充满煤气。等他进门的那一刻，爆，整个房间都会爆炸。你和博士年就做一对苦命鸳鸯吧。唐小流，你有什么仇冲我来，你不要再牵连无辜的人。无辜？他博士年哪一点无辜了？他害我唐家破产，害我爸妈进监狱，害我成为过街老鼠，他哪一点无辜了啊？唐安喜，要怪就怪你，是你把他带入到我们的恩怨里的。贱人，你敢咬我！等你和博士年死了，我就是你3个孩子唯一的监护人，我会狠狠折磨他们的。唐小流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闭嘴吧你！去找你那死鬼老妈说去吧。安喜，博士年，你快走！他把煤气灶打开了，你快走啊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检查显示，唐小姐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再去检查一遍，全身全方位的检查。博总放心，能做的已经全部都做了，没问题的。不过要恭喜博总你了。你恭喜我什么？唐小姐怀孕了，已经2个月了。什么？难道是那次？
阿姐，博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受了点皮外伤。我已经报警抓唐夏柳了，这次他绝对跑不了。安喜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又有孩子了。什么？难道是内子？那你之前答应我考虑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愿意。真的啊？博总，唐夏柳已经被送进监狱了，唐小姐的外婆也找到了。记得把外婆送去医院，好好养护。医生。10年，赶紧下来吧，婚礼要开始了。好的，奶奶，我现在过去。真的太浪漫了，我也想要这样的婚礼，简直太幸福了。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男人都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，见证自己的幸福。咱们要举办这样的婚礼，可能有点困难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没孩子呀。哎，我不管，没有孩子我就不结婚。你呀，哎，快看，婚礼要开始了。此刻，请2位新人相对而立。博士年先生，请问您是否愿意与唐安喜女士结为夫妻？无论顺境逆境，始终尊重她，陪伴她，并用一生来践行今日的诺言。我愿意。唐安喜女士，请问您是否愿意与博士年先生结为夫妻？无论顺境逆境，始终尊重他，陪伴他，并用一生来践行今日的诺言。我愿意。这2枚戒指是爱的象征，是永恒的见证。新郎，请您将戒指佩戴在新娘的左手无名指上，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见证。新娘，请为您的爱人佩戴上戒指，并以此戒指许下一生不离不弃的诺言。我宣布，新郎博士年，新娘唐安喜正式礼成，请现场的好朋友们用掌声送给他们。I feel love.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. I feel dust. Rain slowly fall into my arms. You're the one. You're the love. Baby, you make my life so perfect.